Hello，大家好。原先呢，这一个星期我想跟大家聊一聊中国非常疯狂的双十一。但是由于今天早上看到世界首富马斯克在他的推特上发了一首中国的古诗，再加上全世界网友的一些评论呢，我就觉得特别的好笑。所以呢，我就决定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马斯克他发的这一首古诗到底讲的是什么呢？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双十一，你可以在留言里面问我，或许呢我也会做一个视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双十一。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我希望你会喜欢我今天为你准备的内容。那我的频道呢是专门为中级或者中级以上的中文学习者而准备的。那如果你在寻找听力材料，或者是你想扩充你的词汇量，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谢谢。在11月2号一大早呢，首富马斯克在他的推特上面发了一首中国的古诗。这首古诗呢是这样写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呢虽然是一首古诗，但是其实它的意思对于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呢，其实是比较直白的，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都是可以理解这首古诗在说什么意思。那我记得呢，我是在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学习的这首古诗。然后这首诗呢，也是少有的几首是我到现在还是可以背诵的古诗。但是这首古诗对于外国朋友来说，可能就是天书吧。天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上解释呢，就是天上的书。普通的人类没有办法理解，那就是用来形容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那比如说对于我来讲，现在高中的数学课本就是一本天书，因为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些公式。我觉得这首诗对于外国朋友来说是天书呢，也是不难解释的。为什么呢？我特地在 Google 翻译里面去翻译了一下这首古诗，然后结果是这样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根据这些英文的翻译，你们可以理解这首古诗在讲什么吗？那我就觉得怪不得有一些网友他们非常搞笑，他们说马斯克其实呢是发了一个非常怪异的菜谱。我当时看到这个评论，我真的是笑喷了。这首诗是三国时期的一个诗人曹植写的。当年魏王曹操生病去世，他的儿子曹丕继承了王位，当上了皇帝。然后曹丕有一个弟弟，就是曹植。曹丕呢非常嫉妒曹植的才华，也很担心他的弟弟曹植会抢了他的王位。所以有一天呢，曹丕就把曹植叫到跟前，跟他说你要在7步之内完成一首诗。这首诗里呢要有兄弟的意思，但是呢没有兄弟这2个字。如果你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呢，我就把你处死，这样子。那曹植呢是一个非常才华横溢的诗人，所以呢他果然在7步之内就完成了这首诗。
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你走7步这样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里面，要完成一首诗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曹植他做到了，所以曹丕没有办法，也只能把它放了。这就是为什么这首诗的名字呢，就叫七步诗。这首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一句一句的来看一下。第一句，煮豆燃豆萁，豆呢就是豆子，我就不解释了，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那豆萁呢，就是这张照片中细细长长的绿色的茎，称为豆萁。那豆萁呢，晒干以后可以当柴来烧。煮豆燃豆萁呢，意思就是燃烧豆萁来煮豆子。第二句，豆在釜中泣，这句话里面的釜呢，就是煮豆子的时候用的容器锅子。那其实这句话不太难理解，就是豆子呢在锅子里面哭泣。第三句，本是同根生，就是本来呢我们是同一个根里生长的东西。那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豆子和豆萁本来是在同一个根上生长的。那曹植在这里呢，用来比喻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兄弟。最后一句，相煎何太急，意思就是说，豆萁你为何要这样煎熬和逼迫豆子呢？那曹植的意思就是说，作为哥哥，你为什么要这样迫害自己的弟弟呢？那所以呢，曹植做这首诗呢，他用豆萁和豆子来比喻兄弟，就是他也其实表达了一种就是骨肉弟兄相互残杀的一种悲哀吧。好了，现在你们明白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了吗？当然，马斯克作为一个世界首富，他突然发这样一首古诗，网上呢也是众说纷纭，大家纷纷在猜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网上其实有非常多的说法，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或许有一天他会自己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要引用中国的这样一个古诗呢？好了，今天这首古诗就跟大家解释到这里，希望我的解释对你来说有帮助。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给我点赞和评论。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